这绝对是国产恐怖片的巅峰之作，遗忘空间里的每个场景都让人后背发凉，乱葬岗、往生桥、弃婴穴，甚至还有从天而降的丧尸军团。女人名叫徐寻，是一位当红作家，首次出版爱情小说就一战封神，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到其中，成功感动了每一位观众。可当记者问起男主角的身份时，徐寻却陷入沉思。经纪人见状赶紧转移话题，表示他正在撰写一部带有灵异色彩的小说《鬼域》。不料这句话让徐寻更加懵逼，原来关于鬼域的故事他才刚刚起步，甚至连女主角的定位还没确定，指责经纪人公布过早。可对方却说这只是他的宣传策略，新书出版的越晚越能勾起观众的好奇心，等时机成熟再发布一定能再次爆火。徐寻无力辩解，只好相信他的鬼话。然而就当他准备下班回家时，没想到居然在楼梯口撞见了和他分手8年的前男友，也就是爱情小说里的男主角国荣。看着对方猥琐的表情，徐寻早就对他没了兴趣。深夜，徐寻开始对鬼域的女主角进行定位。女人名叫方玉玲，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，身材高挑的有些诡异，是个拥有强烈生存欲望的人。可当他写到一半时，却陷入困境。昔日的灵感已经枯竭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随后徐寻来到厨房，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喝水时无意间在桌子上看到一根长长的头发。很明显，这种长度并不是他的，难道是书中的女主角来到现实世界？因为徐寻写作时经常将自己融入其中，随后来到电脑前开始新的创作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可接听后却无人应答。接二连三的怪事让徐寻有些害怕，急忙来到卫生间洗脸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下一秒，浴室里突然传来咣咣咣的声响，走近一看，浴缸上的喷头竟自行打开。就在他一脸疑惑时，一个黑影突然乍现眼前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楼下的电视又自动开启。当他再次返回浴室后，黑影早就消失不见，只在浴缸旁留下一缕长长的头发。这让徐寻内心的恐怖感再次升级。很明显，这并不是幻觉，因为喷头的水流声是真实存在的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再次响起，接听后里面传来恶魔的低吼。无尽的恐怖让徐寻的创作灵感瞬间爆棚，急忙来到电脑前，把刚才的恐怖事件全部写进小说里。就在这时，垃圾桶里的手稿突然蠕动起来，打开后发现上面居然多了一行文字，而且里面的内容正好是刚才经历的诡异事件，仿佛有种神秘力量在背后操控着一切。惊慌之际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开门一看，发现是前男友不请自来，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和他破镜重圆，但最后被徐寻无情拒绝。因为8年前眼镜男为了怀孕的妻子抛弃了他，虽然现在他已经和妻子离婚，但徐寻早就对他心灰意冷。深夜，徐寻独自走在大街上，突然一阵阴风袭来，抬头一看，天上出现一个红色的黑洞，不断吞噬着周围的一切，但转眼间又消失不见。回家后，徐寻急忙将这非自然现象写进小说里。可当他删掉关于女主在电梯里的情节时，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重重地倒在桌子上。他以为自己劳累过度引起的不适，准备到外面放松一下，谁知刚来到7楼，电梯就出现故障，无论他怎么按键，电梯门就是关不上。惊慌之际，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女孩走了进来，女孩两眼发黑，直勾勾地看着徐寻，让人后背发凉。到达1楼后，徐寻赶紧跑出电梯，小女孩紧随其后，却被老奶奶叫了回去，继续向楼下走去。徐寻被吓尿了，撒腿就跑，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地下室。谁知刚来到门口，外面的世界更加恐怖，破败不堪的大楼，到处充满沉寂与哀伤，仿佛穿越到某个被遗忘的城市。徐寻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，突然在楼上看到一个人影，他意识到情况不对，想要逃跑。然而下一秒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更多的人从上面掉下来，像行尸走肉一样在地上不停抽搐。徐寻被吓得两腿发软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下一秒，地上的尸体瞬间满血复活，同时在他们背后出现2个身材高大的阿飘，和他小说里的女主方玉玲有几分相似。在女人指引下，所有人全部向他冲了过来。徐寻见状拔腿就跑，
经过一番追逐后，来到街道的尽头，前方没有去路，只有深不见底的深渊。眼看阿飘离他越来越近，徐寻急忙跑进一旁的大楼，穿过一扇铁门，来到另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两栋大楼被纵横交错的楼梯相连，犹如炼狱一般恐怖。徐寻被吓得想要逃跑，不料一回头，正好和追上来的厉鬼撞了个满怀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。惊恐地发现，这里的每个房间里都困着一个小女孩。徐寻管不了那么多，只想继续逃跑。最后终于跌跌撞撞地从大楼里跑了出来。抬头一看，外面的场景更加恐怖，头顶有一个巨大的海盗船荡来荡去，下面是破旧不堪的摩天轮，两栋大楼之间完全变成一个废弃的游乐场。奇怪的是，所有设备都正常运转，却见不到半个人影。就在他一脸疑惑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异响，循声看去，发现大树下坐着一个老人。徐寻小心翼翼走上前，问他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。不料老人却说，这都是他创作时所产生的，准确来说，这是一个被遗忘的空间。恐怖小说里被遗忘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出现，但过一段时间都会烟消云散，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循环而已。话音刚落，所有机器突然停止运转，周围的事物开始化作黑雾，慢慢消散。老人见状，让徐寻赶紧撤离，否则会和他们一起化为乌有。記住啊，喺嗰邊唔可以留得咁耐啊！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直接将他带到一片树林，树上挂满密密麻麻的尸体。徐寻知道这都是幻境，并不害怕，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。可还没走两步，上面的吊死鬼突然满血复活，从树上缓缓下降，把徐寻团团围住。关键时刻，一个红衣女孩骑着木马从树后缓缓走来，吊死鬼被吓得纷纷撤离。女孩向徐寻伸出援手，骑上木马将他带到一个树洞。徐寻想也没想就钻了进去，穿过漆黑的隧道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震惊。里面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，到处堆满废弃的人偶。女孩摘下面具，露出稚嫩的面孔。她告诉徐寻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只知道这是一个被遗忘的空间，自己就像这些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这里。徐寻不要的东西和没做完的事情都会储存在这里。女孩知道徐寻不属于这里，告诉他想回到现实世界，必须去一个叫中介站的地方。遗憾的是，他也不知道中介站在哪儿。就在这时，新的循环再次开启，恐怖的黑雾吞噬着周围的一切。徐寻和小女孩在火车上一路狂奔。两人相互搀扶，顶着巨大的吸力，一步步向前挪动，最后终于拼尽全力，成功返回洞穴。穿过漆黑的走廊，来到一个巨大的藏书阁，引入眼帘的是一座用书本堆成的大山，不断有书籍从上面掉落下来。随后女孩带他找到一位老人，他正是徐寻之前在游乐园见到的那位。此时他正修复着破损的书籍，没想到徐寻为了寻找鬼故事的创作灵感，居然搞成这个样子。从书上找到中介站的位置后，劝他赶紧离開。由呢度去中介站呢，仲有一段路嘅，不過正確位置呢，呢度冇寫清楚。書只係記載咗咁多嘅提示啫。咩嘢提示啊？野花、取之、冥前路可行，赤地、天地、絕色、綠草無根，近也。到中介之站，即離別之時。離開前將一些冥幣交給他，或許可以用得到。很快兩人根據地圖指示，來到中介站的必經之路往生橋。女孩提醒他過橋時千萬不要喘氣，這樣就不會被那些鬼魂發現。不出意外的話，肯定會發生意外。走到一半時，橋面越來越窄，徐尋一腳踩空，不小心發出動靜。儘管他及時捂住嘴巴，但早就為時已晚。阿飄聽到異響後，將目光鎖定到兩人身上，紛紛向他們這邊走來。情急之下，女孩讓徐尋先行撤退，自己用弱小的身軀擋住那些鬼魂幫氣斷後，徐尋來不及多想，按照女孩的指示縱身一躍。
来到井底后，里面是一个诡异的洞穴，上面挂满密密麻麻的肉团。徐寻好奇地摘下一颗，发现里面居然是一个弱小的胚胎。他害怕地将其丢掉，继续向前奔跑。没想到里面的场景更加恐怖，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子宫，周围全是一些未成型的婴儿。下一秒，四周传来瘆人的哭声。惊慌之际，徐寻不小心踩出一个胎儿。好在紧急时刻，小女孩出现在洞口，让她闭上双眼，拼命向前跑，最后终于逃出了这个鬼地方。随后两人来到河边，女孩告诉她，洞穴里面都是可怜的弃婴，长大了就会离开那里，到一个属于他们的空间。徐寻看着善良的小女孩，对她的施救表示感谢，可他实在搞不懂遗忘空间为什么会如此恐怖。第二天，两人继续赶路，徐寻看着小女孩苍白的脸，问她怎么了。原来越接近中界站，阳气就越旺，因此导致她的身体越来越弱。可尽管如此，小女孩依然决定将徐寻带回现实。镜头一转，两人来到一片荒山，看到满山遍野的小雏菊，正好对应了那句野花取之。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野花会有什么用，但还是象征性的摘了一些。两人躺在花丛中休息时，徐寻看着善良的小女孩，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好像之前在哪见过。女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干脆让徐寻帮自己取个名字。徐寻希望她像自己的妹妹一样，于是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小卢。深夜，两人来到一处乱葬岗，必经之路上矗立着密密麻麻的墓碑，而且每个墓碑旁都坐着一具孤独的灵魂，因常年无人祭拜，被亲人遗忘后就来到了这里。注意事项和之前的往生桥一样，从他们身边经过时最好不要呼吸。小女孩带着徐寻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，可尽管他们如此小心，还是惊动了这些鬼魂。这时徐寻突然想起，他们都是因无人祭拜才被困到这里，或许那些野花能帮他们摆脱困境。于是徐寻和女孩拿出准备好的野花，分别递到他们手中。可这里的孤魂实在太多，他们采摘的野花远远不够，很快他们就被索要野花的鬼魂团团围住。关键时刻，徐寻突然想起离开时老人送给他的纸钱，正好对应地图上提到的明前路可行。徐寻拿出纸钱，奋力抛向空中，趁冤魂捡钱的功夫，带女孩逃出了乱葬岗。来到山顶后，整个天空变成了红色，月缺赤地，和书中描述的场景一模一样，说明中界站就在附近。与此同时，女孩的身体也越来越弱，徐寻不想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可女孩不能和他一起走，因为到了阳间，她就会变成孤魂野鬼。得㗎，我過去陽間就會變遊魂。女孩安慰徐寻不要为她担心，她本来就属于这里，所以不会有事。稍作休息后，两人继续前行。经过一些磨难后，终于来到最后一层。这里天地脱色，树木无根，山体神奇地飘在半空，不再像之前那么恐怖。徐寻抓住一根小草后，发现它果然没有根。看来这里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中界站。悲惨的是，抵达中界站之时已是分别之刻。徐寻猛然回头，发现女孩已经瘫倒在地，面色惨白，连说话都很吃力。就在这时，无数具尸体从悬崖上掉了下来。落地后，组成一个庞大的丧尸军团，向徐寻突击。领头丧尸正是那个身材高大的无脸阿飘。怒斥徐寻创作出来后，又将他无情抛弃。你創造嘅人，更要我要你永遠你嘅存亡，盛世留喺度。然而，就当他们向徐寻发起进攻时，中界站突然发出一声巨响，一瞬间将所有阿飘全部递在半空，并且分裂成二维空间的图层模式。徐寻看着不可思议的一幕，想从小卢口中得到答案，不料小卢的一句话让他更加懵逼。原来8年前他和眼镜男在一起时就已经怀孕，分手后一气之下打掉了孩子。小卢被抛弃后，便来到了那个恐怖的弃婴洞穴。长大后一直相信母亲是爱他的，尽管留在异世界，也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。而且老婆经常教导他，妈妈抛弃他一定有自己的苦衷。徐寻看着乖巧懂事的女儿，哭得泣不成声，甚至连一句抱歉都无法表达。
就在这时，中介站再次发生爆炸，老婆化作一缕黑夜向他们缓缓走来。这时徐寻才想起来，原来他就是自己的爷爷，同样被他们遗忘后来到的这里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他想带女儿一起离开，不料小卢的一句话让他更加痛苦，希望他明白有些遗憾只属于曾经，就像错过的风景一样，再回首已是他人眼中的画卷。下一秒，整个世界开始慢慢消散，小女孩回到爷爷身边，准备返回属于他们的遗忘空间。徐寻看着近在咫尺的幸福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带着遗憾回到现实世界。下一秒，徐寻突然从梦中惊醒，仿佛遗忘空间里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。有了这些经历，关于鬼域的创作灵感瞬间爆棚。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客厅里突然传来打字的声响，上前一看，惊恐地发现电脑前竟然坐着另一个自己。原来这个戴眼镜的才是真正的女主徐寻，她只不过是鬼域小说中设定的角色。因为电影开始他就说过，写创作时经常不经意间把自己的真实经历融入其中。那些阿飘突然被定在半空，是因为第一稿到此结束，两人在现实世界中相遇，是因为他感觉女主和自己的经历太过相似，因此最后改写成另一个关于轮回的故事。